本的困境到底要怎么解决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日本的困境。最近啊，日本政府它端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新政策。那这些新政策呢，你每一项政策把它拿起来看，都知道哦，它要解决日本现在的困境。但问题就在于啊，它每一个拿出来的解方都会制造下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的日本呢，就很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一个国家啊，一个病人，躺在加护病房30年，现在好不容易站起来了，但是躺了30年，你想也知道嘛，哎呀，那个脚有点肌肉萎缩，哎呀，那个眼睛、那个头有点晕晕，哦，那个腰也痛，躺太久了，各种的不舒服。所以呢，这些不舒服啊，不是没有解方，而是每一个解方都有更多问题要解决。所以呢，这才是导致现在的日本可能要重新思考，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是它的政策要怎么样拿到那个平衡点。好，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啊。我们先来看最近呢，这个日本政府他们端出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外国人政策。那这个外国人政策呢也很奇妙，因为日本呢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个非常高龄化的国家，所以它的劳动力不足，它非常需要大量的一些外国的劳动人口。好了，缺人我就找人，这听起来非常合理吧？对不对啊？但是日本政府最近呢，他拿出来的这个日本人所谓外国人政策，就让大家觉得非常诧异。你就缺人，你的人就很老。你知道现在日本的人口啊，已经这个降到了1.2亿以下了。他们每年出生的新生儿只有67万，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而现在呢，他因为缺工，所以呢，现在找来的外国人居住在日本已经多达400万人了，那也是空前的一个数字了。好了，那这一切听起来你都觉得很合理嘛？那我就人口不足，我就没有劳动力，我的人很老。他们有30%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一个老年人口。好了，那我找很多的一些外国劳动力，那你找了外国劳动力呢？这些外国劳动力我在日本工作我在日本就业，我在这里成家，我在这里立业，我想要住下来，也想要变成日本人。但日本人说，你那个不是日本人哦，我只要你的劳动力，我没有要你的人生，好吧？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他们这个日本的外国人的政策啊，他把观光客，他把这种在日本当地的劳动人口，他甚至呢把投资客全部视为外国人，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呢，他都一律给他非常严格的一个这个管控跟监督。你要短期居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这个拥有永久居留权，你想要规划变成日本人，不好意思我这个条件非常的严格。首先他说呢，你的年收入要高，年收入呢要高于一般的日本家庭的平均。你这不是强人所难？你这找了很多日本的这个外国的劳动人口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你要求人家说你要赚的比我们一般的日本家庭要更多，我才要让你当日本人。OK， 你都没想说你们日本就没有人，好不好？好，所以呢，你找很多劳动人口，然后还这样挑剔人家，然后再来一个呢，他说你要素行良善。你是好人才可以，坏人不行。OK， 好好。然后呢，他说你要拥有独立谋生的一个资产或者是技能，我才要接受你的规划。然后还有呢，你要符合我日本的利益。OK， 那这就很难认定了，对吧？所以呢，其实啊，现在用非常严苛的一个这个要求，在要求这些希望可以留在日本，成为日本人，拿到这日本永久居留权的人。那这个外国人的政策呢，其实很好的诠释现在日本可能没有想清楚，他们在一个人口老化，然后呢人口在萎缩的一个国家，它现在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日本人可能没有想清楚，他不想成为移民国家，他对于所谓的日本人还有他的要求还是希望一定要这个很 pure， 对不对？一定要纯种的日本人才叫日本人，他都没有意识到说你就没有人。 OK， 好，那当然呢，这个人口问题这高龄化问题，这还是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你说怎么样认定这些外国人是观光客吗？是投资客吗？还是劳动人口呢？他们一律叫外国人，他没有想清楚。那再来一个呢，现在日本的困境它也不仅仅是一个高龄化的困境而已你看到现在的日本其实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结构性的问题是，他们不会生活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在过去的这30年，我们常讲日本叫失落30年。好，那这失落，我们常给它经济学上的定义叫做通缩嘛，对吧？通缩，它的经济陷入了停滞，它的薪资不会成长。那当然呢，伴随而来的状况就是，它的东西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对于生活在日本呢，他们可能生活的成本是不会增加的，也就是在过去这30年当中，当全世界大家经济在往前进，当然就会有适度的通膨，对吧？那你会有薪资的成长，你东西会变贵，这一切日本人不会。他们没有遇过，所以呢，在过去的这失落30年耶，人家讲一代人，10年一代人，20年，他们30年呢，这过去这一代人，日本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通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东西会变贵，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房贷利率很高。不会，他们不知道，没遇过，没活过，所以呢，现在突然间的，这个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会变贵，耶，哇，日本人眼睛真那么大哟，哇，东西会变贵，他们不会，所以呢，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态。他们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了，也就是呢，在过去这30年当中，这一代长大的人，他们没有遇过说那个利率会变高，他们没有遇到说，哎呀，我买个东西，我买的那个巷口的小面包，它居然会变得好贵，变2倍价钱呢，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不会，他不知道，所以呢，过去的那个游戏规则现在来用，那不适用了，所以你就发现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当升息来临了，不再是负利率，他们这个借贷的一个成本提高了，那有房贷的人呢，他的压力会变大了。然后呢，升息了，通膨了，你看到通膨了，东西变贵了，让很多的家庭呢，他有一点负担不了了。他发现说，哎呀，糟糕，我以前生3个小孩好像还过得去，现在那3个小孩要养不起了，糟糕了。那再来一个呢，就是你看到这个通膨的状况呢，会升息这件事情呢，也让非常多的企业变成照妖镜哦，那很像哦。之前人家讲说在，这个负利率这个通缩的年代，日本有很多的僵尸企业，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企业就是要死不活，那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就是因为氧气筒不用钱。所以它活下来。好了，那现在升息了氧气筒要钱，它突然间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些僵尸企业，你就看到它站起来了，然后又倒下去死掉了。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30年的照妖镜你就好比它是一栋年久失修、停电的30年的老房子，现在突然间那个灯修好了，灯一打开，你赫然间发现，哟妈呀，这个里面啊，这个蜘蛛网密布啊，然后看到到处蟑螂、老鼠啊、漏水啊、壁癌啊，这房子啊，那个木头锈蚀啊，要垮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年久失修的房子啊，这个升息通膨的照妖镜一照啊，哎呀不得了了过去呢这30年，日本呢是这个想尽办法想要通膨啊，想要恢复它的正常的利率，结果没想到现在啊，通膨真的来了，瞬间要恢复正常的利率啦，他承受不住了，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日本他们不会活了，压力山大了，这整整一代人他们不知道通膨的状况是什么的，所以呢这就面临到了很大的难题，是日本央行我到底是我向左走向右走啊？不是一首歌吗？向左走向右走会遇到你的真爱，对不对？现在这个日本央行向左走向右走，好像都会有人这个搞到断腿所以很严重的啊！我到底是要维持利率不变，还是我要这个恢复利率正常化？好像哪一条路都不对。好，那于是乎呢，你看到这个通膨的状况啊，会导致现在日本呢，这个日币要让它强。要让它升息，然后呢，就面临到了非常严重的输入性的通膨啊。日本的现在的一个物价非常非常的这个贵哦。好，很贵很贵怎么办呢？日本呢近来日币的一个贬值，当然对于他们的出口厂商来讲是一个利多，但是呢，就导致非常严重的输入性的通膨。那于是乎呢，日本的现在的政府呢，为了要救他的人民，因为他的人民不会活那个通膨年代嘛，然后又刚好遇到现在日币很贬值嘛，输入性的通膨，东西都
变得好贵哦，怎么办？活不下去了啦。常跟着日本政府喊话说，你那个执政党怎么样？你这不让我活，我就要命一条，对不对？哈，于是呢，这个日本执政党就说 OK fine，那我这个减税。所以你就看到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就答应大家减税，减什么税呢？让大家有感。食物的一个消费税、食品的消费税，还有非酒精性饮料的消费税，本来8%的都降到1%，然后呢，它还补贴了中低收入户也就是呢那1%如果你是中低收入户的话，它补贴你，也就是呢可以导致可以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实质上的零税，就是他的食品，让他吃东西，让他喝那些非酒精性饮料，可以这个不用消费税，让他们的这个家庭的一个成本可以降下来。那好了，我刚刚是不是讲他要解决这个困境，他用了一个解方？然后就制造新的难题。好，他制造什么新的难题呢？我要减税，你知道，一年为了减这个税，日本的财政缺口会多出5兆日元。那这个政策呢，它减2年的税，也就是呢，日本的财政缺口会增加10兆日元。去哪找？不知道，不知道不是我说的是高市早苗也没有想清楚，因为呢，不管大家怎么问，他都没说这个缺口他要去哪里找，他只告诉大家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再发债了。好，那你如果不发债，那你那10兆日元的缺口，你到底要从哪里挪过来？不知道。现在呢，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没有告诉大家，不晓得，等我知道我告诉你哈。好，那于是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减税的一个问题，只是希望让日本的家庭能够撑过这一次的难关。好，那撑过难关之后呢，当然终极目标呢是失落的30年要走出来，要让它恢复成一个这个正常的国家。所以你进来也看到啦，这个日本进来。他为了要这个缓解他一个不断贬值的一个日币所以呢，他这个不断的这个抛售美债去市场上救他的日元嘛，结果连美国也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行列这个帮忙救。你以为美国是什么大善人是不是？看到人我就救，看到人好可怜我就帮，没那回事他帮他是因为这个日本再抛售美债，美债受不了了啦，所以呢，那感觉很像这大楼失火了，好不好？这个日本住1楼失火了。然后呢，这个美国拿着灭火器赶快来帮忙灭你以为他人很好？没有，因为他住2楼，他会烧到我，好不好？所以呢，我才来个帮自己这个助人，也帮助自己，所以这个美国才帮忙。而且呢，这个美国他其实长期的要求日本要升息要恢复正常的一个利率的一个这个决策。所以呢，你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还讲什么话他直接讲，他说日元，你现在日本的困境就是因为弱势日元啦。你那个日本现在呢这个搞得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你的日元太弱了啦，所以你就是应该升息。然后他还讲这个喊话植田和男，说我认识你15年了，你应该会做对的决定吧？是不是？是不是？好，所以感觉就是下指导棋，感觉在跟植田和男喊话，就是说你给我升息。好，那当然啦，现在这个美国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日本央行9月中到底升不升息嘛？那会不会呢？这个如美国所愿的一个升息呢？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下去但是呢，日本的这一局真的很难解。我们刚刚讲了，你端出一个解方就有新的问题，人口不够了，这个劳动人口不够了，我去找外国人来，外国人变成新的问题，因为日本人不接受这么多外国人，通通变成跟他一样的日本人嘛。那好了，那我要升息我要升息呢，导致的通膨呢，这个日本的家庭 hold 不住了，日本家庭 hold 不住了，所以我减税。好，减税了之后，我制造新的难题，我的财政缺口去哪里找钱来？没有钱。然后你又看到了日本这个货币不断的贬值，我要赶快救对吧？我救我去抛美债这个美国也出来阻止了，所以你看各种难题。所以呢，现在的日本的问题不是外国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通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这个日本企业的问题，它有各式各样复合性的难题。所以你要怎么样在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解方？有点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行啦，反正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你有了新的难题，我就找新的解方，嘿嘿，对不对？人家讲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对吧？那即便呢这个办法会有新的困难，
不担心，我还有新的办法。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日本政府啊，到底要怎么样，在走出了过去这失落30年，过去的游戏规则都不能够玩了之后呢，我有新的游戏规则会应运而生的。所以我们就来接下来看看，到底日本要怎么样挽救它这结构性的困境跟难题了。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这是今天帮大家这个好好准备的一个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